当探员 K 从座舱中醒来，我们不禁会联想到啊，仿生人会梦到电子羊吗？这也是《银翼杀手2049》导演维伦纽瓦最喜欢的一个片段。在我看来，《银翼杀手》这部电影是能很好的表现出赛博朋克世界的那种世界观，那种黑暗的基调的。但是相关的玩具产品却不多见。乐子是小情二大，各位老铁们大家好啊，欢迎收看这期玩牌不齐。今天呢，我们一起分享一下由 Artisan 智易出品的《银翼杀手》。外边牛皮挺下功夫的，四角都安了一个缓冲垫，拆出来这个状态就是八角尖尖，风格上呢并不复杂，用这种有点幻彩的渐变色的效果，上面有银翼杀手2049及 Artisan 这样一个 logo， 简约的好看的包装设计。上面有这个透明的卡片啊，这是一个金属的警徽，质感也不错啊，可以做一个小收藏啊。因为头雕是经过一个润色的嘛，所以它卡片上会有相关的一个提示。让我看一看啊，感受一下这个润色后的头雕。目前我的体验的话，就我拆箱拿到的这颗头雕要比最开始那个绝对是翻天覆地的一个变化。头雕这个建模上我觉得还是很准确的，对于这个高司令本身的一些形象特征的把控和拿捏比较到位。它很有特点，就是这个脸是有点长长的，就是天庭饱满但地阁并不方圆的头。就是额头的这个突出，由于从侧面去看它是有一个明显的这个界限的，从模上也有做到，后期涂装的润色上呢也有再加工。银翼杀手的时候，因为这个头发撩起来的嘛，对，所以其实挺明显的，就是它脑门上面这两条，不能说线吧，就是一个对，有点不能说凸起，之后会有一个挺明显的这个特征。然后眉眼部分、鼻梁啊这样一个很高挑深邃的呈现，胡子的精度、基本的这个浓淡呢也有一个变化的过程。眼睛的话，没有采用可动眼，眼神的刻画，最初这款产品我其实有关注到，就是开镜时候那个涂眼尖或者眉眼那里会更多一些锐气啊，但实际高司令饰演的这个角色在《银翼杀手》中，多数情况下都是一个彷徨的这样一人，对，挨揍，多数都是那种犹豫的、比较踌躇那种眼神啊。最终呈现的话，相对比较平和，这个状态还是很自然。细节上，像这个鼻孔啊，从下面去看挖的比较深啊，鼻翼这两边。你这什么测评？鼻翼两边比较薄，效果立体感还是比较强的啊，这里蛮好的。然后换一个角度拍，不会觉得很假？不会让你一眼就看到底儿，肉色啊，对，很深邃的啊，就是像是真的鼻子。其实他整个人蛮不对称的，但是整个人又很有魅力，长得也会给你有一些阴郁的气质吧，我觉得还是。头雕以外，大衣部分其实是这个角色最主要的一个行头。最终大货呈现上，这个服装的颜色更接近于那种蓝灰色。对，它这个衣服风尘仆仆的这个效果，你看它两边翻开的这带有毛绒的地方啊，脏兮兮的那个表现，由于它纠缠到一起打结的这个效果，颜色上也是有逻辑的啊。中间这个地方会淡一点，边缘处遇磨损啊或者容易脏的地方就会更深一些。肩部的话，里面有一个小的垫肩的结构啊。它是直接粘在这个内搭上的，我觉得可以把这个反向粘到这个大衣里面啊，你平时穿脱的时候可能也会更加方便一些。包括裤子下端出厂的状态，就是给你打理了一下，粘在大腿前方的。鞋子的话，我觉得可以额外看一看啊，虽然它是一个一体的那种胶件啊，但是你看它两侧透气的这个网状结构，包括前端鞋带的这个造型。小的细纹以及周边这种尘土的效果都很好。脚底的位置有4个防滑贴，站立上稳定程度也不错的啊。
手型部分包括主体搭配的，总共有5只啊，都是皮手套的这个造型，刻画的很好。随着肢体动作所产生的那种褶皱，仿皮料的那种反光的效果，以及皮纹的有点颗粒度的体现，指尖前端可能会大一些，产生那一点点褶皱都有做出来。而且这个手型采用一个纯粹的磁吸结构啊，吸力是比较强的。这个在替换的时候非常简单。也会有一个开枪的这个造型手啊，这就可以对应这把手枪细节的刻画上精度同样比较高啊，这个挺精细的。我最喜欢的配件其实是它这个警官证，像这个皮夹子的一个造型，这个也和它刚开箱给的那个是差不多的，包括像指纹呢，还有一些具体的 logo 还有文字，这个就非常有赛博朋克的那个特征啊，上面有日语标注的什么警察局什么的。这个和电影是一样的其实赛博朋克本身的创作来源就是基于对于日企的恐惧来的，所以一定要有点日文才对味儿啊，才对味儿。地台部分也是这款产品的一个亮点啊，精度是很高的啊，这个不亚于它的其他配件。整个造型从色泽，还有上面一种颗粒啊，包括仿铁的那种涂装，边缘斑驳的痕迹，以及前方镂空的铭文，记忆点都是非常强的。这个地台很漂亮，而且没有做的很花哨或者特别浮夸，很无情很冰冷的啊，在一般的产品中很难有达到这样精度的地台啊。当然地台本身也有一个磁吸的搭配啊，你吸到什么位置都可以。下方你翻过来的话是整个一个大圆盘。总结一下啊，这款产品开箱给我的一个体验的话，它所希望达到的多数都是一个静态的展示，全身的服装在开箱之后就有一个很高的整洁度，包括它这种磁吸的手型也都是方便你尽量减少掰动它的本体就可以完成一个替换，而且这个吸附的力度啊，你不太用力去拽它是无法给它蹬下来的。头雕在经过润色之后，目前给我个人的体验也是有一个很高的象征力，这个后续有拿到的朋友们可以自己再去体验一下，包括这些小的配件，所有的细节上都有一个很好的展示啊。因为这个牌子最开始也说啊，它是有一定定制的那个基因在的，会在其他小的配件上拉开一定的距离。很多量产产品其实在一些细枝末节的地方啊，并没有做到像这款这么精细，就是像它地台，像它这个警官证啊，像它手套这个好的一个展示。也希望能够有更多这种玩具的品牌去制作类似于银翼杀手这种相对在玩具范围内比较冷门的题材啊，里面形形色色的很多角色人物都是值得大家去挖掘。然后这一期呢，今天分享到这里吧，喜欢的朋友们记得一键3连，我们下期再见了，拜拜。